东方青商，我要干翻长城，那太棒了！很担心你的精神状态。当然，除了小兰花，其他人都不配给本作服饰。对啊，不应该第一个说我吗？对，搞不好他是给花絮老师塞红包了，然后就都捡他赢的画面。这是什么问题啊？这个问题就为什么会存在呢？就等于我其实后面是一个大露背的状态，那直接脱了呀，咱也没便宜过呀，那必须最后一个。Hello， 虎场大拷问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王鹤棣。那你是从哪一刻开始感觉东方青商真的很火，然后自己真的很厉害？如果严格来说，我觉得是开大那场戏，就到那场戏了过后，就能感觉到大家的就对大强的评价什么，就前面都可能还是稍微这样，到了开大那儿过后就大家那个就把大家看挺嗨的，我觉得是。本作的人已感动，你终于来救我了！有我在，谁都伤不了。从那个时候感觉到，大家确实蛮喜欢这些。就从那儿开始了过后，战力值一出来，然后就说什么上一个这么强的人是孙悟空，然后还有什么别的是要保护苍生，东方青商我要干翻苍生。就什么披着一个被子，然后当东方青苍啊，然后行什么越族礼的时候，我就会觉得本作真的很担心你的精神状态啊。那如果大家说我要誓死追随越族大人，那太棒了，越族欢迎你。然后观众都很好奇，为什么你受雷刑的时候要脱衣服？就是别人都不用脱，只有你要脱衣服。不是这个，就是这个有一个解答吧，就是月尊不能穿着月尊的衣服受这个刑，就把月尊的衣服脱了，然后以一个哥哥的身份给弟弟受刑。那当然也不排除导演是有想让我秀点小肌肉的这个心思了。那你有为那场戏做一些准备吗？拍之前一直在现场做俯卧撑啊，什么充血啊这种，但平时其实就有一直在运动的习惯，所以就临时也抱了一下佛脚。那你那个衣服嘛，大家都说你是刷出去那种很丝滑的。很丝滑，那个衣服本身就像那种女生的晚礼服一样，它就是从前面穿，然后后面扣扣子的那种暗扣。然后那个穿那身衣服的时候，就拍那个镜头的时候，就是把后面的扣子都解开了，就等于我其实后面是一个大露背的状态。对，有人吗？当然有啊，当然有人。那你平时穿的时候是不是就是自己都没有办法？对，都是需要服装老师帮我穿。但是王力还你不拍戏。对。那你演大强的时候有那种很帅的小表情、微表情吗？这些都是你自己设计的。肯定有我自己设计的在里面，也有就是导演给我提供的灵感在里面。大家都说那个就是歪头，然后 wink 那个不是 wink，就是眨眼睛那个很帅。没眨眼睛就是歪头，没有眨眼睛。哦，你说那个指挥大黑龙去吓小兰花那儿，那个就是很自然的，当时就想那么演的，没有设计。那个就是演到那儿的时候，我就是，而且那个特效里面是有大黑龙在那儿的，是有对象感的。其实当时我那表情是对着空气做的，你知道吗？对着空气耍帅。对，对着空气指挥大黑龙。那戏大家都说你服侍的时候都是男的，好手男子。你要不要以东方青商的口吻来回复一下这个？当然，除了小兰花，其他人都不配给本作服饰。四方帅吗？也很帅。那如果听到别人说他比你帅的话，你的内心 OS 是什么？哎，不会，能有什么呢？自家弟弟嘛，就被大家喜欢也没毛病。那昨天扫楼的时候，星星有说商榷很帅吗？不是你第一反应帅吗？对啊，不应该第一个说我吗？啊，夸你帅。对啊。然后前段时间我们看有出戏嘛，然后有出戏说你们在片场玩游戏的时候，你总是输给他。当然啦，他当然这么说了呀，其实我们在片场有时候还其实挺五五开的，我觉得啊，就是有输有赢，胜败兵家常事，就是这样一个状态。只是花絮啊，大家看到的都是他赢我的画面，对，搞不好他是给花絮老师塞红包了，然后就都捡他赢的画面，那你们说星台摄影师给你拍了很多照片，大家都说发出来的照片是零差评，想知道你在现场给他拍的照片吗？我给他拍的吧，高低也能用一下吧，就不敢说有没有差评，但是高低也能发啊，能达到发出去的标准。那他发了吗？发了，有发。那他拍的时候有夸你吗？好像很少，是我尽力了。下面有2个持判疑惑，你可以自测一下自己有没有。第一个是你就长这样，你怎么拍好？当然不对了呀，这绝对是不对的，怎么可以说人女生长什么样子呢？那一定是拍的不好，一定是摄影师的问题。如果你在给虞书欣看的时候，虞书欣说这小子怎么这么死亡啊，这一点都不好看，你会回复？换台机器再拍，机器的问题。然后第二个是怎么会有人不喜欢詹姆斯呢？你会有这种疑惑吗？对啊，不然呢？怎么会有人不喜欢詹姆斯呢？这怎么可能有人不喜欢詹姆斯呢？这是什么问题啊？这个问题就为什么会存在呢？我想跟王鹤棣搭讪，我第一串就是
知道呀，就只要你喜欢詹姆斯，咱们就是兄弟，咱们就是一家人。往下厨多久没下厨了？离开桃花坞就没有下厨了。那你在桃花坞做的也是很简单的菜。这位朋友，你好像是没有认真看桃花坞哦。哎，我后期做的菜都是很厉害的大菜那种。那后期我在看《苍兰诀》了吗？我都看不完，我都看100遍了。那这2天停更了，可以看桃花坞了呀。那大家这个纷纷的考古你吗？你有看到大家挖出那些你不愿面对的料吗？哎，看了很多很多，但也不至于到不愿面对了。就无论什么西瓜头啊，还是以前上学的呀，还是唱歌的呀，我觉得就是任何一刻都是一个自己真实的一面嘛，那都是我自己嘛，曾经的自己也是自己嘛。哦，虽然现在有人把大强和西瓜头拼在一起啊，那个确实会引起有点不适啊，那个观感上不适。那如果有一个王鹤棣爵士美颜合集，你觉得这个合集有多长？应该蛮长的吧？漫长是2个小时、3个小时。如果可以的话，可以剪一个对时。那如果出了一个王鹤棣喜剧人合集呢？唉，估计也不少。那你上网冲浪的时候看到这2个视频，你会选择点开哪个？当然是点开前面那一个啦。谁叫我承受这个年纪不该拥有的才华和帅气呢？遇到一些严肃的场合不能笑场，比如说走红毯或者参加活动的时候，你会怎么控制自己的表情？怎么控制？我也不知道。就在那种氛围下，那种环境，其实就是会带动你的那种情绪。就在那种比较严肃的氛围下，可能自己不会太想笑。那如果你现在在舞台上表演唱跳，然后突然衣服公开了怎么办？那直接脱了呀。就说你长得很贵嘛，听到这样的评价，你的内心 OS 是？咱也没便宜过呀。作为19岁就把韩国继承搞瘫痪的男人，可以填空一下王鹤棣是由多少的痞加多少的帅加多少的憨构成的？20%的痞，10%的憨，70%帅。为什么痞才20%？大家都说你是痞汉少。不行，他太痞了不好。对，就还是得克制一下那一面。大家都说能不能给你速递现偶本子，没有人比你更合适。你会不会也很期待演一些现代偶像言情剧？我当然就是也很期待演这种现代戏。我最近特想演一个东方青苍的现代，就是如果它变成现代版，它会是一个什么样子？其实我还挺期待、挺好奇的。但有新的版本的角色让你选，你的看一下你的优先级是什么？第一个是高岭之花落下神坛，然后第2个是潇洒痞帅的天之骄子，这还行。还有没得感情的黑道大少爷。那必须最后一个，最后一个不就是大强现代版吗？看到王鹤棣离开这个话题词上热搜的时候是什么心情？有很欣慰。我觉得也不能叫吃苦吧，我觉得这作为演员就是应该的，就是基本的东西。后来开始有健身的习惯，健身这个东西真的会对仪态有很大的帮助。然后还有就是有一些方法，什么靠墙站啊，现在还出了那种什么十字架的那种，还有背夹什么。以前我也在现场也背过背夹各种，但是其实我觉得后来还是觉得就是要绷着那根弦儿，就有时候我自己会是比较放松的状态的话，就会比较松懈。但是就是当穿上月尊那身衣服的时候，就不允许有这种状态，就那个时候我是月尊，我得是那个样子的，对。那你之前玉龙的时候有被质疑吗？然后当时一导主动站出来替你说话，他当时说这话的时候，你的就是心理活动或者看到的时候，我当时看到，其实对我来说是一个特别大的动力和鼓励，因为当时在《苍兰诀》剧组的时候，正好玉龙播出嘛。其实那个时候就是全网啊，大家伙啊，其实都在对玉龙进行一个评价嘛。其实当时的我是一个，其实还是一个也不能说状态不好，但是一定是或多或少会受到一些影响和打击的嘛。然后当时导演的那一条微博一发的时候，其实我就感觉特温暖，就被导演给挺了一下那种感觉，就是挺暖到我的，挺给我力量的那种感觉的。大家喜欢大强，喜欢苍兰诀，喜欢东方青苍这种，我觉得就是自己的付出，自己的这个作品得到大家的认可嘛，就算是交了一个满意的答卷嘛。那有人说你去年是什么古偶丑男宝，今年是古偶美男宝，听到这种说法你会怎么回应？就论演员的可塑性，也不是，我觉得我就是一个比较弹簧性质的人，就是你把我压得越低，我就能蹦得越高。都说你是8月男友嘛，会不会担心大家过了这个8月就忘记你？
其实不太会，因为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是其实回归到本质，它也是作品得到大家的认可嘛。就作品它8月播，那就是会有一个这样的8月男友这个东西了。但我相信我未来还是会有更多的作品和大家见面，可以更多的有机会去成为大家的什么10月男友、11月男友这种。就我觉得就是还是要靠作品说话。